那上一期啊，關於台廠財政大崩潰的影片發布後啊，收到了非常多的回響啊。那有理性思考的共鳴，當然也有一些情緒化的聲音啊。那今天呢，我特意帶大家來到30公里外的橫濱啊，這裡有比台廠更寬敞的步道，更壯觀的海景。但最重要的是，這裡是一個財政與商業的雙重奇蹟。那為什麼同樣是80年代啟動的填海計劃，橫濱能讓日產、索尼、三菱爭相進駐啊？甚至在這裡啊蓋起了一座座永久性的總部大樓，而台廠卻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地標一個個的被夷為平地。因為橫濱政府明白一個最殘酷的道理啊，如果你不能讓商人賺錢，再美的風景啊，本質上都只是在倒計時。這不是價值判斷，而是城市財政的物理定律。哎呀，風太大了，我先簡單找個地方避下風啊。那開始前啊，我想簡單回應一下上期評論區的一些留言啊。有人說呀，台廠人少挺好的，安靜舒服。那也有人說呢，博主你在編故事吧？我上周末去，明明人山人海呀。我想借這個機會啊，跟所有對城市發展感興趣的朋友啊，澄清一個核心邏輯啊。你眼睛看到的人流啊，不等於商業的成功。一個耗資數萬億日元的商業區，它是靠金錢的流動、穩定的現金流和長期的土地契約支撐的，而不是靠個人體感或周末偶爾爆發的人潮。人少確實讓你覺得安靜啊，有品質，但請記住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或商人啊願意虧損幾千億，只為了讓你享受那份安靜。那在商業世界裡啊，長期的人少幾乎一定意味着赤字，而赤字最終只會通向退出。至於說我編故事的朋友啊，如果台厂真的繁荣賺錢，那為什麼摩天輪、維納斯、大江戶溫泉，甚至連剛剛進駐不到2年的姨媽西部啊，這些頂級地標會一個接一個的被拆除，甚至被清空成一片荒地？資本是追逐利益的，如果能賺錢啊，商社會想盡辦法續約、翻修、擴張。只有當土地的持有成本已高於預期收益啊，且死板的契約啊讓人看不到希望時，資本啊才會選擇最殘酷的手段，離場止損。很多人習慣了享受商業文明帶來的便利，卻下意識地排斥商業背後的逐利本能。他們希望商場是一個永不謝幕的免費劇場，但現實是沒有利潤支撐的風景，不過是繁榮的假象。好了，回應結束，我們用事實說話啊！今天我們就來解構這個台廠的完美反面教材——橫濱港未來。那我們現在正式進入到橫濱港未来的核心区啊！大家看我身後這些鋼筋水泥的森林啊，這就是橫濱贏過台廠的第一個底層邏輯。宏觀上我們管它叫做直柱一體。大家回憶一下啊，你在台廠看到的是什么？是商場，是高達，是摩天輪。台厂的定位啊，從一開始就很極端，它把自己啊活成了一個巨大的觀光景點，這就導致了一個致命的問題啊，台廠沒有自己人。除了周末和節假日，台廠在那兒乾等着遊客，而遊客這種東西啊是最花心思的。今天看高達，明天可能就去澀谷了。但你看橫濱的港未來啊，在規劃的時候啊，死活都要留出40%的空間啊，蓋寫字樓。這裡有日產的全球總部、索尼的影像中心，還有京瓷。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周一到周五，這裡平日聚集的是以10萬級規模計算的白領通勤人口。不管有沒有觀光客啊，這些人中午要吃飯，下班要聚餐，周末甚至還會帶着家人啊來這裡逛街。那橫濱的商場不是在等客，而是就在客戶家門口營業。更絕的是啊，橫濱在這些商辦中間啊，精致地嵌入了大量的高級公寓啊。台廠的常住人口啊，才区幾千人，而橫濱港未來周邊的常住人口啊，是按萬來計算的。這就是我想跟上期那些留言的朋友說呀，你覺得台廠人少、安靜、舒適，那是台厂的生產力啊，無法覆蓋那塊土地的持有成本。而橫濱之所以能撑起這麼漂亮的公園，是因為啊，它先用密集的辦公樓啊解決了造雪問題，有了這10萬級規模的上班族的穩定消費，這裡的基礎建設才不會塌方。這就是商業邏輯對景區邏輯的降維打擊。
那接下來呢，咱們再深聊一点啊，就是聊聊钱。那很多人好奇啊，为什么橫濱的樓越蓋越多，台場的樓卻越拆越多？這就要提到一個非常枯燥但決定生死的詞——土地處置權。上集我說過啊，台場的悲劇在於東京都政府啊死守着定期借地權。那政府在那兒蓋樓呢，感覺就像在租房子。那租約一到啊，就要拆。這哪是做生意啊，這是打短工啊！但橫濱政府啊很聰明，他們明白啊，想要企業扎根啊，就得讓企業在制度上啊，能把這塊土地啊視為自己的長期資產。那橫濱實行的是靈活的土地讓渡啊，他們對企業說啊，地你可以買斷，稅啊我可以給你減免，如果你能把總部都搬來哈，我還會給你巨額的獎勵金。啊，這在宏觀上啊叫做企業誘致政策。所以呢，你看橫濱這些大樓啊，都是三菱地產啊、日產、三菱重工啊這些巨頭自己買地蓋的永久資產。誰會拆自己的家呢？他們只會不斷地往裡邊砸錢，維護得更好，把周邊配套做得更精緻。這在企業的角度啊，叫做可以視為長期資產的處置權。所以呢，台場是在收租，而橫濱啊是在招股。這就是為什麼同樣是天海，一個成了棄子，一個成了奇蹟。那接下來呢，我們看看這兩座城市的血管啊。去台場，你要坐那個在日常通勤成本上極不友善的百合海鷗線，或者同樣不便宜的臨海線，把你從市區接過去，再把你送回來。但橫濱港未來線是怎麼做的呢？它是在建設之初啊，就瘋狂的搞啊，相互直通運轉。那現在呢，你在這裡坐上地鐵啊，不用換乘，直接就能通到啊東京的澀谷啊、池袋，甚至能一路開到埼玉縣。他把橫濱港未來啊直接塞進了整個大東京通勤圈啊，這就是宏觀視角下的區域一體化。那台場呢，把自己定位成旅遊特區，所以啊，它跟城市的脈搏啊是斷開的。而橫濱啊，把自己定位成東京的備用大腦，所以它的血流量啊是台場的幾十倍，這就是核心區別了。那港未來知道啊，必須擁有強大的自我造血能力，只有自力更生才不會輸。那更不能將未來啊寄托在變動極大的觀光客這種他人身上。相比之下呢，台場更像是那種小家子氣的包租婆，天天為了那點租金算計，感覺自己賺了，最後一合計啊，哎呦，居然還在賠錢，最後連穩定的租客都沒有了。這導致了一個很有趣的公共認知啊，如果港未來要造一個大噴泉，那是錦上添花，大家迎來的都是期待聲。但台場造噴泉啊，更像是垂死掙扎，大家迎來的基本都是罵聲。為什麼呢？因為大家潛意識裡都知道，港未來靠產業把魚和熊掌都抓住了，而台場是魚和熊掌都沒有了，只剩下一個空殼子和一堆債務，這就是商業世界的邏輯啊。要想理解橫濱的奇蹟是怎麼發生的呀，那咱們就要把時間線再次拉長，從1960年代開始說起。當時的橫濱呢，雖然名義上是大城市啊，但本質上是東京的後花園。那這裡的海岸線被巨大的三菱重工造船廠和國鐵貨運車站切得粉碎，市民根本看不到海。那城市中心被這些工業巨頭擋得死死的。更糟糕的是橫濱當時的商務功能極弱，大家都得坐車去東京上班，那橫濱就淪為了一個純粹的睡城啊。那1963年，當時的橫濱市長飛鳥田一雄提出了著名的橫濱6大事業，這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那這也就是奇蹟的開始啊，因為橫濱要做的就是奪回海岸線。那現在咱們眼前看到的這座296米高的 Landmark Tower， 它的地基下面就是1896年的舊船塢，這就是奇蹟的細節啊。橫濱不是推平歷史，而是把歷史鑲嵌進了未來。那橫濱港未來發展中的3個關鍵性戰役那第一個就是1983年的土地大置換橫濱政府做了一件台場根本不敢想的事兒就是他們說服了三菱重工搬遷了造船廠，並把原本阻斷城市交通的國鐵貨運線徹底移走。這不是簡單的填海，這是對城市核心地塊的開顱手術。第二場戰役就是扛住了90年代的泡沫危機那台場在泡沫破裂後一蹶不振，但橫濱在1993年落成了當時日本第一座
高樓，就是咱們剛才看到這個 Landmark Tower 啊。為什麼橫濱能扛住？因為橫濱定位很準，我不是要當第二個新宿，我要當全日本最強的港灣商務區。那第3場關鍵性戰役啊，就是地標與文化套利啊。大家現在看到的紅磚倉庫啊，在80年代差點就被拆了啊。在橫濱政府頂住压力，把它從廢棄倉庫變成了現在每年吸引600萬人的文化地標啊。那这就是我想說的呀，台场的發展啊是奉命行事，是東京都政府的一場官僚實驗；而橫濱港未來的發展啊是孤注一擲，是一個城市為了不成為東京附庸而進行的自救。那在講完財政啊和規劃後呢，我想聊一聊比較抽象啊但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歷史的尊重啊。大家有沒有想過啊，為什麼台場換過一次高達？為什麼它要蓋噴泉，搞各種昂貴的人造景觀？因為台場這塊地啊沒有根，它像是一張白紙啊，雖然好畫圖，但也意味着它沒有記憶。遊客看完新鮮感呀，下次就不來了。但是橫濱呢？你看這幾座紅磚倉庫啊，當年是廢棄的保稅倉庫，一度雜草叢生，差點啊被拆遷队夷為平地。但橫濱人呢，把它留了下來。他們沒有把它變成死氣沉沉的博物館，而是改造成了商場和展演空間。這在宏觀上叫做文化套利。那橫濱呢，利用歷史留下的遺產啊，為這座未來都市啊植入了靈魂。那一邊是帶有歷史滄桑感的紅磚倉庫，那一邊呢是21世紀的摩天大樓。那這種跨越時空的張力啊，才是台場那些流水線生產的人造景觀永遠無法提供的吸引力。台场的景點啊是租來的，時間到就撤。橫濱的地標啊是長出來的，它與這個城市的過去啊血脈相連。這種尊嚴感啊，讓橫濱不只是一個賺錢的機器，而是一個讓人產生依戀感的家園。這才是長線商業邏輯裡最穩定的投資價值。那台場的問題啊，不是沒有歷史，而是它的歷史啊沒有被允許累計價值。那其實啊，這背後有一個更深層的商業邏輯啊，很多人可能沒意識到啊，商業區啊不是景點。那主題公園靠門票啊一次性收割遊客的錢，但步行街呀、商場、總部大樓啊是沒有門票收入的。他們的收入來源啊只有一個，那就是租金，以及租金带來的商業稅收。而租金從哪兒來呢？來自於每一個在這裡停留並消費的人。所以呢，如果一個地方像台場那樣人流如織，但是大家只是在免費的看高達、拍照片，然後就離開了，那沒有轉化為商場裡的穩定客流，那麼再多的投入和再漂亮的景觀啊，都是透支未來。那橫濱之所以成功啊，就在於它解決了這個停留的問題。它用產業啊鎖定了上班族的停留時間，用居住啊配套鎖定了家庭的生活空間。它確保了人流能高效地轉化為錢流。在商業世界裡啊，人氣如果不變現，就一文不值。那接下來啊，說一些大家可能容易被忽略的，或者說肉眼看不到的，藏在橫濱的一些秘密啊。那咱們先來說一說它的看不見的通道啊，立體化的人流分层。那大多數人啊覺得橫濱好逛啊，是因為風景很美，但背後的科學啊是極端的人車分離。那橫濱港未来啊是全日本甚至全球啊執行行人天橋最徹底的區域之一啊。那橫濱政府啊在60年前就規定啊，所有大樓的2樓啊必須互聯，形成一個獨立於車流之外的步行城市啊，讓你從車站出來啊不用看紅綠燈就可以直接走到海邊。那橫濱的好逛啊，不是因為路寬，而是因為它把人和車徹底分在了2個維度。這種立體交通的建設成本啊高得離譜，但它換來了最高效的消費轉化率。那下面一個就是景觀權的經濟博弈啊，俗稱風之通道。那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城市計劃細節啊，體現了橫濱政府對商人的控制與保護。那你會發現，橫濱所有的高樓啊，其長軸方向都是與海平面垂直的，這是為了留出風之通道啊。政府規定高樓不能像屏風一樣擋住海風，必須啊讓海風能吹進後方的舊市區，那以減輕熱島效應。那這不是環保，這是在保護後排土地的價值。
那政府告訴企業啊，你可以蓋樓，但你不能毀了別人的景觀。這種共生契約啊，讓橫濱整體的房地產價值啊非常穩定，不像台場那樣零散無序。那下面一個就是垃圾與能源啊，俗稱地下心臟。這是一個肉眼看不見的隱形基礎設施。那港未來地下隱藏着一套龐大的真空管道系統和區域供能系統。這裡的大樓啊，不需要自己裝空調外機或冷卻塔，而是由中央能源厂統一供能。垃圾也是通過地下真空管道自動抽走的，不需要垃圾車在街上跑。那這種極高的維護成本只有在高密度商辦區才運轉得下去。咱們也來說一下未來橫濱面臨的隱憂其實這也是日本目前所有城市都面臨的問題那就是人口老齡那由於第一批入住港未来高級公寓的人正在變老，雖然港未來活得很好，但其早期的住宅正迎來老齡化。那與台場徹底衰敗不同橫濱現在正瘋狂引進文化娛樂產業，來吸引20歲的年輕人。那橫濱最清醒的地方在於他從不覺得贏了台場就結束了。那他在2026年正在經歷另一場戰爭如何不讓這座精英都市變成一個優雅的老人院所以他蓋競技場、辦電音節，他始終在追求人流的新陳代謝。一個成功的商業區真正的危機不是衰敗，而是成功之後不再願意自我突破。那不知不覺呢，這期內容也接近尾声了。其實我今天講的也只是橫濱這塊的九牛一毛。橫濱這個地方，包括它周邊能講東西實在太多了，隨隨便便一坐就是20-30分鐘的長度。所以一次也不能講太多，因為我問過 AI 我說一次講太多是不是不太好AI 的回答也是一次講太多会給觀眾造成難吸收反倒會對整體效果是一個不好的影響所以說我也不要講太多了。那講到這裡呢，這場橫濱與台場的對決其實勝負已經很明顯了那台場輸在了官僚的僵化、戰略的孤立以及對商業邏輯的輕視雖然它給了遊客暫時的寬廣與安靜卻透支了土地的未來。而橫濱之所以被稱為奇蹟是因為它在60年前就看透了現實。一個城市如果不能自立自強如果不能吸引資本深耕那它終將成為強大鄰居的附庸在凋零中等待施捨。那影片最後呢，我想對上一期那些感性的留言再多說一句我理解大家對舒適、安靜、自然的追求那是非常正常的生活邏輯。但請理解，作為一個城市的管理者，他們面对的是政治與經濟的殘酷邏輯。如果你追求絕對的寬敞，那代價就是商業的凋零；如果你追求絕对的自然，那代價就是財政赤字。這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安靜，你所享受到的每一份寧靜背後都有人在為那份空地支付利息。如果把橫濱拆成4個問題：誰在這裡賺錢？誰願意留下？誰願意再投資？誰在為未來買單？橫濱4個都有答案，台場只有1個，而且還不穩定。所以台場不是被橫濱打敗的，它是被時間和現金流淘汰的。其實呢，日本也不是没有成功的觀光型填海比如神戶的哈巴蘭多。但是你仔細去觀察它的體量非常小，而且就在市中心旁邊。所以呢，台場的錯不是觀光，而是把觀光當成了主業。